大生意人讲述的是晚清时期一个书生的传奇人生经历，目睹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变化。戏上商界风波四起，戏下众人齐心协力，欲知幕后有何琢磨？各位判官细听分说。每开启一个新的地图呢，美术会完成一个新的场景和色彩概念重置。但这个戏吧，你如果拍不出大山水来就没意思。我们在东北拍摄宁古塔部分，要求的是白色系，尽量的减少中间色，黑白分明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而且你看它这种这样的特殊关系，想凸显人与自然环境的这种争斗呀，生存的不容易。来挑这个老铁。东北这个妓院，我们就借鉴了低印子这个概念。那我们想把这个放大了100倍以后，它的是有一定的恢宏性在里头嘛。你做错了，有一些天光的进来，有一些飘雪的那种元素的呈现，让观众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假的空间。我们这个戏的景做的真的是，每到一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自己演员都为之一振吧，确实好看。全剧大概2000多套服装，整体造型大概300多套，会因应不同的地域去做一些不同的设计。宁古塔极寒之地，服装来讲呢，就是以厚重、保暖、实用为主的。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小配件啊、刀具啊，或者一些皮绳啊，穿着的痕迹要非常非常明显，因为在那种地方呢，可能就只有一套衣服。大生意人整体的音乐气质，它有很大的史诗感，大气磅礴，整体是有地域性的一个考虑嘛，能有一些电子类的、合成类的元素，包括一些民族乐器的点缀。东北那边比较粗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，比如说大鼓啊等等这些的运用。国外的团队主要负责大交响乐。全片用大乐队去实录的这样的一个编制，在电视剧领域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因为使用虚拟景色吧，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人和景色的交互关系，色调的变化，它都要依靠我们整个组转战全国才能完成。拍草原就来到草原，整个内蒙古的部分都是他们去实拍的。我们当时也在想说，把草原的辽阔呀，搭配着古平原的成长线，它的感情线去发展，使用了大量的内蒙古民族地域特性的这个乐器，无论是马头琴，包括人声长调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，真的是能够让你感觉到它是很宽广的。因为山西的这个砖结构的东西多用灰色来表达。当时我们去平遥也看了实地的这个场景，想借鉴一些真实的这个历史元素。元宝和铜钱的这个概念，在每个店铺上都是有表现的。这个街景真的很漂亮。东北平遥街地砖都是我们自己铺的，非常好。铜店本身的基础呢，它是水泥地，那我们就想做一个有质感的地面，所以当时就用碎石拼接这个地面。虽然是工艺麻烦一点，但是它效果呈现出来是最好。这个完全按山西的那个砖雕做的。是，我是山西人，整个那个场景代入感特别强。这个书房是有一个空间感，它有高度有宽度，各个地方都是精打细算的算法，很有独特性，对人物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山西的话，我们服饰上呢要有山西的特色，就一些民俗感觉的东西和色彩，用一些颜色浓度比较高的灰和黑用的比较多，也是偏硬朗一些的。到了安徽呢，又是进入了一个绿色调时代，开始使用竹子家具，开始使用徽式的房屋架构。那是一个明代时期的一个老村子，对吧？非常的优美。在这种美景下拍戏，也是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服饰特点呢转变为具有南方特色的山裙和山裤，大面积刺绣的马面裙，一些精致的挽袖啊，还有一些具装饰性的吊饰呢，等等等。
到了江南地域的时候，加入了很多丝弦类的乐器，竹笛呀、琵琶呀等等。采茶歌真的就是当地的女子一边采茶一边就唱出来的这种歌。我们后来还找了童声合唱团，然后一起去演绎。南京和北京呢，进入了一个金红色时代，是以京城、皇家这样一个色调为主。晚清的时期是很多这种中式结构和西式结构融合的一个过程。像李万堂家呀，它一个中式的建筑本身，里面用了大量那种玻璃的材质啊，西洋的钟呀。我们想加以结构和色彩层次的一种美术元素的拓展，展现出晚清时期社会多元化的角度。哇，太好看了，这个头顶。造型风格呢有非常大的多变性，从长袍马褂到细节精致、大面积手工刺绣的满人的旗装，还有束腰蓬裙的西式女子的装束等等。大生意人这个剧，它的故事跨度非常的大，从极北到极南，从农家老土布、下布到香云纱、罗织锦缎到舶来品的蕾丝缎带，其实都有用到。那刺绣工艺从金绣、盘金绣、珠绣到西方流行的盘绳绣都有出现，包括绒花呀这些非遗的东西，就是希望通过影视剧呢，令这些中国精湛的传统工艺呢，能更多的体现给大家。我觉得很惊艳，每一套衣服都是非常精致的，非常别致的。这是古董，这些花边咱们用的都是清代的老花边，一定要年轻化、时尚化，是一个跟以往的那种是不一样的一个晚清，不想给大家太沉重。在演员表演角色之外，所有的东西，服装、道具、置景，都给予我们信心，就能够快速地融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。特别感谢他们。大生意人这个戏吧，1000多分钟，跨越的省份就将近5个省。来不及了，就一高的劲儿。在屏幕上得到的一点点精彩，它需要每一个制作人员的努力。说到这儿了，各位看官，预知这个传奇故事具体成色如何，一起来细细品味一番吧。